人生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升级打怪兽的游戏，我们的任务就是出现怪兽，面对怪兽，打败怪兽。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怪兽越来越大，甚至关乎病痛与离别。其实，生命的终极作弊码从来不是逃避，而是以全然的勇气去面对，用赤诚的心去体验。所以，亲爱的战士，请握紧你的勇气之剑。今天的怪兽或许强大，但明天的你必定更强。Hello，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说：“你4月份不是回了趟青岛吗？怎么啥也没拍呀？刚从台湾走，就怎么又回台湾了？”我其实，在回青岛之前，我都已经想好了要拍这个、拍那个、拍那个，甚至李漂亮和她老公都已经想好要带我去吃什么了。结果因为一个突发事件，造成了我啥都没拍。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那首先我想说的是，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虽然说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一直觉得是有上帝保佑我的，是真的。那这次我在青岛呢，有一天我妈就突然问我说：“哎，你回来要不要体检一下，抽个血什么的？”我一想说，我在美国每年都体检，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再重复做检查。就在我思考的时候，我的胸部就是这边突然间呲溜一下疼。各位女生都经历过，就是咱们的这个乳腺啊，就经常性的就是这边疼那边疼，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这很正常。但是那一天那个就真的就是我妈问我以后，她就是突然间就是呲溜一下疼的特别明显。那我就跟我妈说，哎，那要不然就做个乳腺检查吧，因为我之前其实在美国做过一次，我之前就是胳肢窝这边啊就是疼啊，然后在美国做了一次 B 超，然后啥都没检查出来。但是呢，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对于我的这个胸部还是挺关注的，所以这次就想说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做一下检查。那医院就在我们家旁边，其实特别方便，我和我妈走路半个小时就到。溜达溜达去了以后，预约都是在网上预约，然后就去看这个医生嘛。这医生还是个他们这个医院的一个算是个主任。他说：“啊，你多大了？”我说：“我多大了？结婚没有？结婚了。生孩子没有？就反正就是闲聊吧。”我就说我这胸这边疼。他说：“那你去做个 B 超吧。”这就是第一步，就检查，问诊完了以后，第一步乳腺检查就是 B 超嘛。然后我就去做 B 超了。然后 B 超的那个大夫呢，在给我照这边的时候，就突然跟我说：“你是怎么发现的？”我当时一听，我说：“我发现啥了？”他说：“你这边有一个东西哦。”我说：“是啥？”我当时还躺着，我都完全就是没有心理准备。我说：“我就是觉得这儿有点疼。”他说：“哦，这边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形状比较特别，因为我这边也有纤维瘤，就这个纤维瘤已经就好几个纤维瘤啊、结节啊，其实都已经很多年了。就每次去 B 超呢，它都会就是显示的是一个圆形的一个东西，但是这边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放射型的，像个小手一样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 B 超的这个大夫说：“这个东西哦，让我觉得有点担心。”他说的很保守哈，他就说让我觉得有点担心，你去问问医生，就是看看医生怎么说。那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 B 超的诊室又回到了这个问诊的主任这里。这主任看着这个 B 超的单子说：“你要不要再做一个钼靶检查？这个就更进一步的检查。”然后我妈当时就觉得说：“为啥要做一个钼靶？”她说：“现在看这个东西呢，有点让人担心。”这个医生还是说的就是有点让人担心。然后我们就约了这个照钼靶的这个预约。但是好像就已经是第二天，约到了第二天。当天我妈就和我爸就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就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担心，就真的是非常的担心。我自己倒是没觉得什么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的这个乳腺构造本来就是非常的复杂，就也有个结节啊，有个这什么，就是很正常。所以大家都记得有那么1-2个星期的时间，我的首映我都没有参加，都是富贵替我代班嘛，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跑医院，就是做各种检查。那第二天呢，我们这不就是约了钼靶嘛？钼靶的这个检查就非常的让人觉得难受了。它不疼，但是它很难受，因为它会把你的奶挤扁。它有2个板儿，它把奶这样挤，完了再这样挤，就是它要把那个奶挤得很扁。
他才能看到，就透过这个射线，他才能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就要脱光嘛，然后那个医生就要把我的奶拉到那个板子上，拉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给我挤扁。他挤扁，他是用一个很重的力去把它挤扁。他是要就是把它拧得很紧，再来照这个片子。但是呢，这个医生态度都还是蛮好的，就是说什么，哎呀，你忍一忍啊，就过一会儿就好了。我说这要奶小点儿，这个咋整啊？这拉都拉不出来。我刚才也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然后我还问这个医生呢，然后那医生就说，那我就只能使劲拉。我好吧，他说，因为你拉的越长，然后就压的越扁，他看的里边东西越清楚。做完这个木靶以后，就这个做木靶的这个大夫就给我看，他说，哎，看着其实还好，就是全是一些就是小的钙化点。然后我就出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个医生说看着好像还可以哈，就是钙化点而已。然后我一下就感觉到我妈的这个就是松了一口气。然后我们就又拿着这个木靶的这个片子又去找就我们这个主任哈。然后但是呢，那个主任呢当天不在。就是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个大夫，约了另外一个女的大夫。那个大夫呢，她好像是稍微低一个级别的，就挂号费啊什么的都稍微低一个级别的。这个大夫呢，看着这个木靶的结果就说好像的确是也不太好。我当时一听，我说为什么这个木靶的这个医生和这个问诊的医生就是两边说法是这么不同呢？然后他说：“你看这个 B 超啊 ，B 超他给你评级的是4B， 这个4B 其实这个级别就是不是很好的级别。”我说：“那现在是怎么办呢？是要怎么去进行下一步呢？”然后这个大夫呢就说：“那你想要做无创的检查，就是做一个核磁共振。”然后，如果就是你想要更直接的检查，就是做一个穿刺。那穿刺呢，就是用一个针扎进去，然后呢，在这个瘤子上面呢取出来一些组织送去化验，然后来确定这个东西是恶性还是良性，就是比较直观。然后这个穿刺这2个字儿听着就很吓人。那我妈就说，那就是别让我遭罪嘛，就做个那个核磁共振吧。然后反正就是约，每天就是又是约这个约那个，就又耽误了2天时间。然后呢，其实我就是约核磁的那一天呢的前一天，我本来是约着和李漂亮出去玩嘛。然后我就跟李漂亮说，我说我就这几天先不去了，先不出去玩了，就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我一跟李漂亮说，李漂亮说不行，我给你找人，我给你找人。然后呢，他就找了就是我现在去的这家医院的一个护士，是他的一个阿姨。然后他的这个阿姨呢，就认识另外一个医院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呢是就是在青岛乳腺方面算是非常权威的一个主任，非常厉害的一个医生。李漂亮呢就说，我帮你约这个医生，你去问这个医生，因为咱们不懂嘛，很怕有些医生就是让你觉得哎呀你很严重，然后为了让你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做这个检查，就是花很多钱，但是其实是本身没有什么事儿。那你如果找一个熟悉的医生的话，问下来他至少能听句实话。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你核磁你该去，然后我给你约了早上最早的那个就是权威的那个乳腺科主任的那个号，就等于是给我插了个号进去。人家7点半上班，我7点就到了，然后就是给我插了个，就是人家不是1号、2号、3号、4号嘛，就开始叫号嘛，我是0号，就是走后门的号。我妈和我爸早上就陪我去这个另外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离我们家稍微远一点哈，但是就是我们也是提早到了，去了以后。见到了这个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呢看了我的 B 超，就说：“哎呦，这个的确是不是很好，说你要不要就是找我们的医院的这个 B 超很厉害的医生，你再做一个 B 超。”我一想，反正来都来了，你做一下吧，因为其实的确也是，就是说这个医院的医生肯定不会承认另外一个医院的就是诊断的一些就是化验的一些结果，尤其是这个像 B 超啊这种东西是医生很主观的东西，他不是说我这个是什么就是什么，他给你评级都是凭医生的经验，就是凭一个就什么4A 4B 5A 5B 3A 3B 就这种，他是凭他的经验来，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所以我就找这边的这个医生啊去做了一个 B 超。然后这边的医生把这个级别给我降到了4A， 那我的这个核磁呢就约到了，就是又过了几天嘛，
反正这几天就是特别的煎熬。因为我妈呢是属于那种脸上藏不住事儿的，就和我一样，就是开心不开心都在脸上。我妈就是真的就是感觉就愁到一个不行了，跟我说话就是强力的想要微笑，但是呢她又笑不出来。然后我爸呢就又属于那种有什么事儿吧他就特别乐观，但是呢他就是又怕我心情不好，就是又要安慰我，又要怎么着。然后到了这一步呢，我就不能再不告诉富贵了嘛，就是因为就是要更下一步检查了，就是的确是就是2个医院都说的不太好，我就跟富贵说了，富贵请富贵分享一下他当时听到的心情。我当时听到以后，我开始觉得一惊，其实我也挺紧张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跟我说你已经做了什么 B 超啊，对，好几个检查了，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说感觉都不好，对，都不好，我就也挺紧张的呀，然后我就自己上网查，呢也啥也查不着，其实网上都是胡说八道，各种说法，对，就是众说纷纭，对，根本查不到，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就问你，我说你今儿去医院呀？对，你说对，然后我就给你发个那个加油，然后我说他也干不了啥事，我说我感觉你肯定没事的，然后但是我是确实也查了好多，然后我也打电话问了一些人，但是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就是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他说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当时因为我问了是我北京的一个哥们儿嘛，因为他是专门做这个就是帮人预约各医院专家。上次你做那个脚的那个拇指外翻，就是他帮着做的嘛，就是他属于做那种比较高端医疗，跟每个医院的那种大主任都熟嘛。但是我问他，医疗黄牛，对他很清楚。我说我问你，这个乳腺癌严重吗？他说乳腺肿瘤，他特别注意这个用词啊，他说肿瘤，然后他说这个没事儿，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在中国已经被攻克了，在世界各地就是美国呀什么都是被专家已经攻克了，这个就算你肿瘤了，就它是可以治愈的。那我觉得我这个我就好放一个心下来，就是说咱们还没到癌的阶段，但是这个癌但就是说已经是要最坏的打算，他就是说已经没问题了。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好吧，我说我有问题再问你。然后你这不是就开始就做核磁共振去了吗？对，核磁共振，然后你结果出来以后，对，然后我这就去做核磁共振。核磁共振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还挺酷的。就是它呢是我要进去以后呢，我要趴着，就趴在一个海绵的一个垫子上，然后那垫子上有2洞，就我把奶塞进去以后趴着，然后给我戴一个耳机，然后就把我推进去。他要给我输液先，就是核磁共振是要先输液，好像是一个什么药，好像是一个什么，就是让它显示的更好的一个药。然后呢，就是进去以后，你就感觉你是在科幻片里边，你知道吗？就那个就感觉像在扫描你，然后扫描很久，要20分钟，我记得是至少要20分钟。然后呢，他就一直在各种声音的扫描，这或者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就是各种，就是你就感觉我靠，我简直就是快成外星人了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做核磁共振的这个医院的，这不就是有李漂亮的这个阿姨在这工作做护士嘛，所以我就是各方面我就可以不用就是亲自去，我就问问这个阿姨啊，她来帮我就是预约一下，或者是就是问问什么情况，就变得简单很多。这阿姨就问我做核磁的那一天我有没有来月经，因为如果说这个激素就是水平不一样的话，它会影响这个核磁共振的结果。然后我就说我当时我没有来姨妈，就是而且正好是在正中间儿，就不会有这个受激素影响的情况来看不清任何东西的这么一个情况存在。这核磁共振的这个医生就说，如果还想做无创的检查的话，可以做 PET CT， 但是就是价格比较高。这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她建议就下一步就直接做穿刺了，因为你做再多的检查，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都是看嘛，都是医生在看这个片子。因为之前做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那个医生已经跟我说了，核磁共振肯定什么都能看得出来，因为他把你这个就是扫描的时候一片一片一片都很细了，就里边有什么东西你都能看见，结果啥都没看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是对于这个 PET CT 这个东西，
我就很存怀疑。我就跟富贵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做 PET CT 还是做这个穿刺？但是富贵呢，就是问了他那个朋友，你是问了？我问了他了，问了他以后，他就直接就跟我说，他说 PET CT， 他甚至连多少钱都知道啊，他已经非常清楚。对，他说你做 PET CT 没有用，他说 PET CT 是说你确诊了，比如说你肿瘤了，他是做这个 PET CT 是看它有没有扩散。对，就如果是恶性的，它有没有扩散？对，他是做这个的检查。对，他说那个就有点更像，其实不管是核磁共振还是 PET CT，就是更有点像一个体检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针对性的检查。他说你最直接的就是做穿刺。他说你即便是你做 PET CT 了，你比如说你更不好了，然后你最终你还是要做穿刺，就是这一步你是跑不了的。必须要做的。对，所以当时我记得咱们为这个事儿的时候还讨论过。对，我们讨论过这个事儿，到底是做 PET CT 还是做穿刺？但最终我觉得我的意见是说，我说你就做穿刺。穿刺，对。然后我爸我妈呢，就是肯定是觉得就是不想让我遭罪，然后说花钱没事儿，就是当时穿刺那个 PET CT 好像要1万人民币，1万多，12000还是13000人民币。然后后来不是你问了以后，然后我妈就说哦，那要不就直接穿刺。然后我们就又去问的那个孙主任，孙主任也说就是没有必要做 PET CT。后来我发现就是还好没做，因为 PET CT 它的这个辐射啊，还有什么东西，就是其实我已经又是做钼靶，又是什么，其实已经又是核磁共振，又是这些乱七八糟，其实已经很多了。我在做 PET CT， 第一不一定能确诊，第二就是白花钱，就是还到最终还是穿刺。那我们就说就穿刺吧，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确诊，要确定这是个什么东西。穿刺呢，我就是找的这个孙主任，就是李漂亮介绍的这个主任的医院的这个穿刺的医生，他说那个医生很厉害。但是呢，因为我没做过穿刺，所以我特别的紧张。它都不算一个手术室，它算那个就是 B 超室，它直接在 B 超室旁边的一个有点像个手术室的地方，就是去做。我躺在那个手术室上呢，我就特别害怕，就是抖。其实我不是很怕疼的人，因为我又是纹身又是什么，我不是很。但是你知道，就听到这两个穿刺这个字儿，我就特别害怕。尤其我在就这期间，我不是还上网查了一下嘛，就说很多人就是做穿刺的这个什么，他说针可粗啦，怎么着，说那个穿进去怎么着，都特别恐怖哈。对，所以这点我给补充一下，就是网上信息真的不准。网上信息真的是不准。我记得当时你还问我说那个什么可以选粗针、细针。对。然后我就问我哥们儿，我哥们儿说哪有粗针？什么年代了，现在哪有粗针的？都是很细的针。对，我当时因为害怕这个穿刺，我还问到了有一家医院是可以做纳米针。就是更细，就是它平时那个针呢，其实也没有说多粗，就像我们牙签那么粗。然后呢，它可能更细。然后我就问了这个孙主任就说纳米针，你穿刺你已经会有多少的就是不准确率了，因为它毕竟取的地方太小了。你纳米你就更小，就你取出来的组织就更小，你就不如做个传统的就是这个穿刺就行了。我说行，我说那我就去吧，我就一咬牙一跺脚我就去了。然后这个躺在那个手术室上的时候，真害怕呀，是真抖啊。这个打麻药吗？打，就我觉得青岛的这个医生啊，现在我觉得还都挺可爱的，挺逗的。我们那个手术室里有3个人，一个呢是就是好像在弄文件的一个人，一个呢是帮医生做穿刺的，医生呢是做 B 超，然后呢他给定位在这儿，然后他来看这个穿刺有没有穿到这个瘤子上。然后那个做文件的那个姐姐看我抖嘛，看我紧张嘛，就过来跟我说：“你别出样了，穿刺还没有你纹身疼嘞。”他就跟我说你别在那儿装了，你纹身身上那么多纹身啊，你还怕这个？我一下子就放松了，因为他说话和李漂亮一模一样，就那个语气和那个就是那种怼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模一样，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穿刺呢，他是在这儿嘛，给我扎了个针，先是扎了一针麻药，就扎进去的时候稍微有点感觉，然后麻药打完了以后，我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就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我这一块我是感觉不到了。然后呢，但是我的视觉上，我就看到他拿了一个很粗的针，他从那个打麻药的那个针眼儿一个眼儿进去的，就是他没有再戳个眼儿，就一个眼儿进去。
然后呢，但是我扎进去，我视觉上看着那个针很粗，但是我的就是感觉上我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能感觉到呢，它就是在里边摁一下戳一下，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它也在找嘛，它那个瘤子那么大的话，你得戳这边戳那边戳这边。然后这边的医生呢，就那个男医生还在拿着那个 B 超跟我说，就是在那看，就说往右点往右点，再往里点往里点。他在取样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像是就是那个有点像一个什么感觉，就是腾一下，就感觉像打了一枪，然后就弹簧弹了一下，然后取出来，然后再把针拔出来，然后呢再扎进去一根，再腾一下，就是又取出来一块，反正好像总共取了5块，还是3块，反正3针吧，就取出了，反正就整个过程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大家如果说做穿刺的话，大家不要过于紧张，不要过于担心，真的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那做完穿刺以后，我们就去找了这个孙医生，孙主任就说，那我们现在就等这个穿刺去送检验结果回来。如果说这是个恶性的，那你下边的所有行程就必须要立马终止，就是我们必须要马上做手术。但是呢，如果是个良性的话，你就可以择期做，但是也一定要做，因为这个看着的确是就是它这个形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就回家，这几天就是焦急的等待结果，然后富贵儿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结果。我的心情其实还好，就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就看着我爸妈我觉得我挺煎熬的。然后呢，这过了多少天我拿的结果呀？好像两三天吧。2、3天，对，反正过了2、3天。因为你好像还就是好像是提前了半天拿到结果的。就是本来说可能是，比如说本来说是周5，但你好像周4的下午就拿到结果了。对，然后就拿到结果，反正期间这个李漂亮啊和她老公，我还和他们吃了个饭。她老公天天在家拜佛，就因为我这个事儿，就天天给我烧香，你知道吗？我靠，这可有意思了。反正他们2口子就因为我这个事儿，操了不少心，就是急的他们比我急，你知道，就又是帮我找人啊，又是帮我找这个，就是真的是他们急到一个不行。拿结果，我妈去打印结果的时候说是良性，然后叫导管内乳头状瘤。然后是良性的，拿到结果的当天，你就感觉我妈的面相都变了，你知道，我妈立马这个脸就往上走了，就是放心了，就自己的孩子没事儿，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就去又拿着这个报告结果去找这个孙主任，孙主任就说，这个东西你早晚得做手术，因为这个东西算是癌前病变，他见过就是最快的，就是从导管内乳头状瘤变成癌症最快的就2、3个月，就变成癌症，就是恶性的，就恶性的了。然后最慢的10几年、20年，你都有可能不会变成癌症。但是呢，这个东西现在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就不是说上次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是恶性的，就我今天、明天、我后天就得安排手术，没有。那我们这不就放心了吗？然后就折腾了这么点事儿，3星期就过去了。所以就是我在青岛啥也没拍，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玩消失，就是首映也不在，就这样。虽然说是良性的嘛，但是呢还是要进行下一步嘛。那我们就又开了个家庭会议，远洋和富贵儿开了个家庭会议，就是说这个手术到底是在哪儿做。那李漂亮的这个阿姨呢，就是说建议我去北京做，然后我爸我妈也倾向于在北京做，在国内做，反正不管是在哪儿做，就是在国内做，在中国做。然后富贵儿呢，就是说他非常不信任中国的医生，他建议我回美国做。然后呢，但是这个李漂亮的这个阿姨，她又跟我说最好不要在美国做，因为她在美国之前做过一个手术，就做得非常不好。就是他就对美国的这个医疗，就这个医生的这个手艺，就是他觉得不信任哈。然后呢，我们就在这儿就是商量，就在这儿想，就是说到底是应该这个手术在哪儿做。当时我还是问我北京这个哥们儿，我北京哥们儿说如果你能在美国做，他说你为什么要在中国做呢？他说你美国又有保险，而且他说虽然这个手术没有多少钱，为什么他不建议你在北京做呢？因为北京面对的病人太多了。
对，就是各种这个什么肿瘤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太多了。他说，就是你即便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医生，他不把你这个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例子，我觉得就像你以前那个拇指外翻那个手术。手术当时我们找的是北京最好的那个就是运动学的专家，积水潭医院嘛，对，最好的专家，然后给你做的手术，做的也就那么回事嘛。现在做的也不好，对，所以我本身呢是比较倾向就是先回美国，就是问一下医生，就看一下，就是因为你在美国呢，的确是第一预约啊，就是各方面啊，虽然我有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但是就是很多事情其实，的确是没有在国内方便，就很繁琐。就是你中国，你现在可能2周把这一圈检查完了，但是可能在美国得2个月到3个月才能把它检查完。对，做检查呀和做手术的，它这个时间线可能会比较长。我们就机缘巧合之下，因为我们不是从青岛完了以后，还会在台湾再停留。当时是说又去湖景，然后又要去。这个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台湾的行程调整了。因为咱们当时是原来计划是在台湾前边好像10天吧，是在湖景跟台北，对，然后我们5月10号上邮轮，要去大阪世博会，再回来在台湾再待差不多20天左右，就到大概5月底6月上旬才回美国的。对，就我们原来是这个行程。我们这个时间我觉得拖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就是还是身体要紧嘛，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在台湾的一切的计划，就是行程都就是打乱了。湖景是我必须要去的，因为这是我盼望已久，就是必须要去的，就从10天缩到了6天吧，还是5天？对，就等于我们湖景待6天，然后台北待个，原来计划是5天还是6天？对，就1周嘛，1周，然后就直接就回来了嘛。这个前辈就问我们，就是说怎么取消了，为什么突然就取消了？然后我们就把我的这个事儿就跟前辈说了一下。然后我们这个前辈说：“我给你安排。”然后他好像是认识是不是中山医院的这个大夫？没有，他是他的朋友认识这个中山医院的，因为他的朋友找这个医生做过。当时呢，前辈就说他给我们的建议是说，你可以在台湾找个医生看一下，问一下，对，先问一下现在这个情况，看这个医生给你建议是，需要什么时候做手术，对，或者需不需要做手术？对。然后我当时就我们俩就是茅塞顿开哈，就觉得哎，对呀，我明明可以在台湾也检查一下，就不能说检查一下就问问就是台湾医生的意见，因为有一肚子的问题嘛。但我当时脑子是反应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在想，其实我们回美国，比如说检查呀，看病啊，就是做手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弊病，就是在美国我们并不认识医生。对，这个是我们，因为不像，对，毕竟不像在国内啊，或者在台湾、我还可以找关系，对，你可以找各种关系，可以找好医生。在美国，我们就是两眼一摸黑，我们根本不知道谁哪个医生好，谁是擅长这个，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也不认识。当时前辈说，哎，我给你在台湾安排个医生，可以咨询一下，看看他的意见是什么。当时我的脑子反应了一下，我说，哎，那我们为什么是不是可以选择在台湾做这个手术啊？但是当时我是想，因为你约一个手术，你需要很长时间约嘛，你没有说你不能说你今天看医生了，明天就给我约了，做手术了，那不可能嘛。他脑子动了这一下以后呢，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其实这个事儿在台湾问完医生的话，然后咱们在美国，你如果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回台湾再约台湾的手术，这也是个选择。我们比如说我们约在6月份，那我们甚至先回美国，然后我们可以把后边加拿大行程都取消掉，对，我们再回台湾做手术也可以，对，就是反正就是当时是 A、B、C 很多个方案，对，很多个就是方案可以来选，然后就有了我上期在中山医院的住院的那一个镜头。那这就是大家一直在问的4月份我在青岛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我们的这个全家心情高低起伏的一个过程哈，还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的。那下一期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对奶到底最终是怎么着了。